主席好，见到您，我心情非常激动。朝鲜同志是我们的兄弟，执手相见，血浓于水呀。是。特使同志，请坐吧。好。新中国成立1年来，对朝鲜的大力支持是有目共睹的。我代表朝鲜政府，感谢毛主席和中国人民在国际社会上对我们朝鲜的大力支持。全世界的革命者都是一家人嘛。对于朝鲜人民独立的解放斗争，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。中朝两国唇齿相依呀。但是，现在美国人插进来了，我想，我们也应该团结起来，把美国人给赶出去。这不仅是朝鲜的民族独立，也是亚洲革命运动的旗帜。现在，朝鲜的局势十分危急，南朝鲜军队已经越过3·8线了。最近，我也是彻夜难眠呐。按照现在的情况，在战术上，我建议金日成手下把人民军分散为多支小分队，牵制敌人北进。主席的话，我回去后一定转达。毛主席，这是金日成首相给你的亲笔信。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，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。主任，南朝鲜军已经越过3·8线，朝鲜战局发生了逆转。主席来电要求我们要做好部署工作，随时准备出征。麦克阿瑟下了最后的通牒啊！看来美军越过3·8线，那只是时间的问题啊。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尽快确定渡口的位置。邓司令员，工兵部门已经实地勘察过。目前吉安、长甸河口、安东3处都有桥可以通过。咱们了解的情况，美军也一定很清楚。他们很有可能炸毁现有的桥梁，所以我觉得为了防患于未然，还得去鸭绿江把情况摸得更清楚，看看有什么地方具备架设浮桥的条件，双管齐下，确保部队能够安全过江。韩副司令想得很周到，咱们再请高书记配合，动员鸭绿江沿岸的百姓支援。有船的捐船，无船的扎牌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。杜主任这个方法好啊，那是8线过海，各显神通啊！总之，我们就是要严格的按照主席的要求，在10月10号之前，必须做好一切渡江的准备。先做好准备工作。我回来之后啊，立即研究一下朝鲜的战局情况，还有部队的开进方案。是，我要的美军编制情况。报告参谋长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好的，高参谋，拿给我。是，来给我吧。作战处的前期准备工作非常重要，3个渡口一定要摸清楚情况，越详尽越好。为了防止敌军轰炸桥梁，我们肯定要架设浮桥。那么鸭绿江河段哪一块水最浅，适合架，都要搞明白。比如说长甸河口，你们一定要亲自下水去试。总之呢，所有的事情都要计划在前面，明白吗？明白，参谋长，我已经通知了工兵团的同志，马上就去长甸河口进行实地勘察。这样最好，去吧。是。
老马，到！连长，这些同志都是从全军调的优秀汽车兵，现在归你领导了。啊，是啥意思啊？意思就是15分钟立刻收拾行李，跟我走。哎呀妈呀，我正要上茅房呢，你这15分钟我也拉不完呢。拉什么拉？过来。是。师傅，这从全军里挑选优秀驾驶员，执行重要任务。要说开车，我都是您徒弟，您不去谁去？非得我去吗？我倒是想去，可团长点的就是你的名儿，赶紧去宿舍收拾行李吧啊！收拾啥呀？就在车上呢。为啥？该过江了，没几天。真的？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？要爆炸了！你想？少监，连长，咱们今天要几位给兵团首长开车的司机。这项任务非常艰巨，但也非常的光荣。首先，要思想好，政治上过硬；其次，要胆大心细，不怕飞机轰炸，驾驶技术要好。咱们排接下来的训练任务有这么几项：第一，小汽车的前风挡玻璃要放倒，大汽车的要撑起来，因为冬天呢马上就到，一旦霜冻结冰，前风挡完全看不见，所以啊要适应敞开风挡开车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第二，车棚子要放倒，这样啊才能听到飞机的声音。你别开玩笑，要是飞机飞到你眼门前才发现，那可就坏菜了啊！你就等着挨炸吧。第三，要当猫头鹰。什么是猫头鹰啊？就是黑夜能看得见，既要学会迅速避灯，躲避过往的车辆，还要啊熟悉闭大灯、开小灯，在崎岖山路上行驶，甚至还要在完全关灯的情况下把车开得飞快。同志们，能做到吗？能。首长，我讲完了，请您做指示。同志们辛苦了。外行不能领导内行，技术兵，我也指示不出什么。我今天来呢，是给大家鼓劲儿的。邓司令员呢，对我们的后勤工作非常关心，但我们的后勤工作的重中之重，就是你们这些汽车兵。你们要是出了问题，我们的后勤工作什么都做不了了。刚才呢，张科长的话，我是听明白了。你们汽车兵非常不容易啊，开汽车怪可怜的。你看你们这个汽车开的，前面没有挡着，后面没有折着，上面没有盖着，下面没有捂着，黑灯瞎火呢，还得满山遍野的跑着，遇到敌人的飞机还得躲着，难呐。但是越是在这种困境下，越能考验我们大家的驾驶技术。所以呢，我们平时一定要抓紧训练，这样才保证在战场上能顺利地完成任务。好了，我就不多说了，趁着天黑，我们大家练起来吧。解散。
方军的天是明朗的天，解放军的人民好喜欢。阿杰子，阿杰子，阿杰子，今天叔叔带我去看戏了。哦，是京剧《赤壁》里面舌战群儒那段。娇娇在苏联长大，看京戏虽然看不太懂，熏陶一下也是好的吧？我看得懂，就是孙权联合刘备打曹操的故事。那你说，孙权是该联合刘备，还是联合曹操啊？曹操是坏人，当然应该联合刘备打曹操啊。诸葛亮舌战群儒，说服孙权，那靠的还是关羽、张飞和赵云。是啊，狭路相逢勇者胜，前怕狼后怕虎，还没出头就输了3分，这仗还怎么打？怎么赢啊？恩来啊，我正要找你。明天派专机去西安，把彭老总接回北京，参加4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。出兵朝鲜这件事啊，实属事关重大。我的想法是，目前朝鲜的战局迫在眉睫，拖的时间越久，我们就越被动，而且朝鲜方面急切地希望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答复，所以我们要尽快的决议一个结果。要是出兵的话，4野最合适。1，我们4野的几个军现在就在东北，近水楼台。2，朝鲜的气候和东北相似，也不至于水土不服。从军事角度来说，我同意出兵。从政治角度来说，出兵朝鲜有利有弊。利，保卫了朝鲜革命果实，捍卫了中国国际地位，也是拱卫了中国东北的妙招。弊，则是引起和美国的全面战争，范美赤诚还把锅给砸了。所以我想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出而不打？这样，既保卫了东北屏障，也避免和美国擦枪走火。出而不打这种姿态，咱们要不得呀。林彪同志说到政治角度，我认为共产党人的政治角度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。我只是插了一嘴，大家接着议，各抒己见啊。林总，你头痛病又犯了？啊，老毛病了。主席，彭老总来了。哦，啊，主席，我去。哎，子龙，彭总，请。董理，彭老总，会议下午3点就开始了，来不及等您了。主席可就盼您来呢，快走吧。好，哟，哎，好，大罗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来吧。主席呀，彭老总到了。哎呦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一路辛苦，还没顾得上吃饭吧？哎呦，子龙，主席备饭。是，我们请你回来很急呀，可是没得办法。哎，杜鲁门搞得我们是寝食难安呐。哎呀，主席让我1分钟都不能耽误，立即进京。今天开会你得发言呐。哦，彭总啊，
一路辛苦，来坐。小平，你坐。哎，主席啊，我现在满脑子可都是这个，西北经济发展计划，朝鲜入朝这个事情，我是一点准备都没有的。这样吧，主席，我先当个小学生，我听听大家的意见，好不好？根据法新社的透露啊，美军结束朝鲜战争后，将去保护亚洲极为重要的地区，这些地区包括台湾和印度支那。果然如此的话，这将逼使我们在台湾和越南与之较量。既然美国选择了3个中央已经决定出兵了，与我们对峙，还没有最后决定，向我中国进攻。没什么，朝鲜有不同意见吗？这毕竟是个大事，弄不好要出乱子的。理由是朝鲜应该慎重，地多，不利于美军机械化运动，方便于我军打运战。而且朝鲜和苏联接壤，也方便于苏联对我们的援助。老大哥的援助，那也是不能少的。哎，高岗，不要开小会嘛，我很想多听听你的意见。我们已经打了20多年的仗了，现在刚刚解放，元气还没有恢复。如果再打的话，恐怕经济上负担不起。等我们的工业发展了，武器装备改善了，特别是我们的海空军建立起来了，那个时候再打，恐怕我们的把握会更大一点。我们的准备不够，美国的准备也不够啊。他们的部队遍及全球，但是战略重心是欧洲，在朝鲜战场上兵力不足嘛。我的意见是，与其坐着等美国人打来，还不如先打出去。是啊，我们不如请苏联出兵。苏联军队武器装备精良，还有空军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对我们是有帮助的。资料都发给大家了，回去都好好看一下，知己知彼，少打糊涂账啊！散会。哎，老彭啊，来，先去吃饭啊，有些事咱们单独聊聊。老彭啊，这是金日成同志10月1日写给我的亲笔信，形势很危急啊。美军果然在仁川登陆，已经越过3八线。我们多次通过印度大使向他们提出警告，不要过3八线，过了3八线我们就要管。哼，可人家不理睬，执意要军事解决问题。把我们的警告当成耳旁风。他美国依仗什么？还不是仗着飞机大炮，还有那个了不得的原子弹。主席啊，朝鲜方面现在请求我们给他们特别的支援，期盼着呢，我军能够参与他们的作战。朝鲜已面临亡国之难，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何况都是共产党国家，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，应该团结一致，共同对敌。主席，你下决心了？老彭啊，我这个决心可不容易下呀！一声令下，三军出动，那就关系到数十万人的性命。哎，人命关天呐！打得好，那没嘛子可说的；打不好，就会危及国内政局，老百姓陷于战乱。哎，那我毛泽东对历史、对人民都没法子交代啊！主席，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，有部分人表示担忧啊。
打还是要打。朝鲜危机了，我们要是不管，苏联也不管，各扫门前雪，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了就空话吗？新中国现在困难很多，这是实情。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大国，人口众多，我们应该发扬国际主义精神，无私的援助朝鲜。我同意主席的看法，援助朝鲜也有利于我们。我们不能让敌人推到鸭绿江边，威胁我们东北的安全。主席，我看现在这不是打不打的问题了，而是如何能打赢的问题了。对，金首相这个来信能看出来，他们呢很吃美军空军的亏呀。可是我们现在呢，空军还没有搞起来。主席，苏联方面打算怎么在军事上来配合我们呢？我们跟苏联方面谈过，斯大林答应出空军，空中由他们负责，地面由我们负责。美国方面有几个不利因素。第一，战线太长，他在全世界搞军事基地，好比10个指头按跳蚤。第二呢，后方太远，运送物资必须横渡太平洋。第三，不义之战，侵略别国士气必然不高。第四呢，美国的这几个同盟国派兵不多，各有利益，心怀小九九，他难以协调。第五，美国依仗的原子弹，也并不是他一国独有啊，苏联也掌握了原子弹，所以啊，不用怕他核讹诈和威胁。打仗吧，真正决定战争胜负的，还是人呢。我们考虑以志愿军的名义参战，尽可能不给美国对我国公开宣战以口实，争取把朝鲜问题地方化，不希望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。老彭啊，你认为志愿军谁来统帅？在东北的13兵团嘛，这大部分都是四野的部队，当然，林彪同志是最合适的。他现在头疼生病，让他去苏联休养吧。这样吧，你回去好好想想，我给你1天的时间嘛，主席，太短了吧？1天的时间不够，那好啊，我给你1个晚上，1个晚上的时间考虑。是。福台吗？是。能帮我找张朝鲜地图吗？朝鲜地
地图？好吧。这是傅作义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。他认为应该出兵朝鲜。民主人士尚且如此，我们共产党人还怕什么呀？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现在手上是一个烂摊子。所谓百废待兴啊。美国认为，他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在我们的家门口开枪放炮，随意就把炸弹扔在我们的领土上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俗话说啊，破家之万贯，不管这个家有多破多穷，那也是我们自己的家呀。我们有自己的尊严，也有自己的权利诉求。中国人民不惹事，也不怕事。既然侵略者已经打到家门口了，我们一定要站出来，针锋相对，兵戎相见，保家卫国，把侵略者赶出去。彭老总啊，昨天开会你没有发言，今天来谈谈你的意见。是，主席。昨天晚上回去啊，我也想了一夜。我是想明白了，目前呢，美国侵略军呢，占领朝鲜，威胁着我们的东北，他又控制着台湾，威胁到我们的上海，还有华东。他想发动侵略战争，随时他都能找到借口。老虎嘛，这老虎总是要吃人的，什么时候吃啊？取决于他那个胃口。要我看，不同着美国啊，建个高低，要想好好的搞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建设，这还是很困难的嘞。美国人嘛，同我们在朝鲜作战，他立速决，我立长期，他立正规战，我立于打日本的那一套。我们现在有自己的政权，有苏联的援助，比起抗日战争那个时候，那不是强多了吗？即使打烂一些坛坛罐罐，无非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嘛，这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所以啊，与其晚打，不如早打。打完了以后嘛，我们呢就可以好好的、踏踏实实的来搞我们的建设了。所以我认为呢，出兵援朝非常必要，而且不打则已，一打就必须要打到底。彭老总的讲话掷地有声，不愧是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。美国的飞机大炮是比我们多，但是人类的历史不是大炮写的。我们横下一条心，他打他的原子弹，我打我的手榴弹。关于出兵朝鲜，大大小小的会议已经开过很多次，为的是统一思想，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百拳来啊。从现在开始，不谈打不打的问题，只谈怎么打赢的问题。经过中央书记处研究决定，我在这里正式宣布，由彭德怀同志率兵出征。主席，彭德怀同志临危受命，中国人民感谢你，我毛泽东感谢你啊！
同志们，中央决定彭德怀同志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，率领大家抗美援朝，我们欢迎。同志们辛苦了，首长辛苦。彭总好，邓华同志啊，久闻大名啊！啊，你是我们湖南老乡当中的将才。彭总过奖，您一到，我们就有主心骨了。哎呦，大家齐心协力啊！副司令员洪学智同志，彭总好。洪学智，我知道你，当年投粮，又数你洪大个子，后勤抓得好，没错吧？彭总在意了。继续努力。是。副司令员韩先楚同志，向彭总报道。先楚，还记得吗？当年在陕北，我不让你打定边，你是偏要打，胆大包天呢。不过解放海南岛，你是立了大功的。如果拖到现在，海南岛的麻烦可就大了，立功喽。和彭总比起来，那都不算什么。彭总，您一到，我们一定能打胜仗。大家齐心努力。参谋长谢芳同志，彭总好。哎呦，大名鼎鼎啊！谢铁嘴、谢诸葛，哎呀，早都听说了。口才好，脑子灵，反应又快。嘿，谢芳，其实像你这样的，应该跟总理呀去搞外交才对呀。彭总，你是嫌我不会打仗？哎呦，能文能武，文武双全。不敢当。政治部主任杜平同志，彭总。杜平，江西小老表，咱们是又见面了吧？彭总，当年同在红一方面军那段日子，真是难忘啊！怎么能忘呢？看看，又跑到一个战壕里来了，是不是？您放心，您指到哪儿，我们就打到哪儿。哎呀，靠大家。彭总，见见我们的战将，38军。首长好。38军军长梁显初，政委刘希远。梁大牙，部队现在怎么样？状态很好，一声令下，立即出发。38军呐，是我们的老部队，有平江起义的底子，是4野的王牌军呢。希望这次呢，在朝鲜战场上再创佳绩，保证完成任务。39军，首长好。39军军长吴信全，政委徐秉周。信全同志，这也是我们湖南的老乡啊，我早都听说了，在4野里边，最能啃硬骨头的，就是你吴信全，是吗？要继续啊！是。40军，首长好。40军军长温玉成，政委袁胜平。温玉成啊，你们林总表扬你呀，贯彻命令的时候不打马虎眼，是个能人啊。彭总夸奖了，继续努力。是。42军，首长好。42军军长吴瑞林，政委周彪。一口吃掉廖耀湘的吴瑞林，好样的。希望在朝鲜战场上再立新功。是。彭总，这边请。哎呀，同志们，我那是一直在1野，在西北打仗，对咱们4野的情况啊不熟啊。在今后的工作中啊，还是要靠大家呀。大家都是来自5湖4海，我彭德怀愿意跟大家一道，在朝鲜战场上齐心协力，打胜仗，打漂亮仗。两位首长，刚才呀，我们过来的时候，
是从新义州那边直接过来的。现在我们要去顺川的话，就得走这条路了。张部长，敌人已经从东线越过了三八线，那我们现在是去顺川与汤参谋长他们会合，还是直接回新义州等他们？汤参谋长他们从圆山返回，路程比我们远得多。说好在顺川会合，我们就在那里等他们吧。况且人民军的代表也回去了。我赞成。沿途啊，咱们可以多了解一些当地的情况嘛。你是搞侦察的料，处乱不惊嘛。张大叔，哎，您对这一带还熟悉吧？熟悉，早在抗日的时候，我就在这一带打游击。现在上岁数了，只能搞些后勤工作。我们支援前线，要部队的同志啊，多打胜仗。对了，江大叔，咱们朝鲜的同志会讲中国话的多不多？部队上不少，老百姓嘛，哦，西周这一带，上了岁数的差不多都会。江大叔，麻烦您带路，我们去顺川。好的，走吧。行。陆成风同志，走吧。首长叫你呢。郑润，快开车走。怎么了？首长，快上车！敌机来了，快！江大叔，快上车！走走走，快快！首长，这条道也可以去顺川。这条路啊，山多树多，不容易被敌机发现。好，我们还有时间，就走这条路。陆成风，说说，刚才怎么发现的？是啊，刚才好险呐。那座山是个制高点，我用望远镜观察的时候，看到有镜片反光，紧接着就看到了雷达天线，所以敌人一定在山上设了炮兵的观测所，还有空军的航空地面引导站。他们居高临下，先发现了咱们。可以，不错啊。炮兵观测所你知道，航空引导站你也懂，耳朵也好使，跟名字一样，能成风啊。哎，是啊，好险。小陆出国留洋，上过军事学院，肚子里有墨水儿，是不简单的。首长表扬你了。现在的状况十分的危险，我们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，所以很难在后勤方面充分保障。北部的几条主要铁路干线和桥梁都已经被炸毁，火车已经无法完成运输任务。东线情况也很不乐观，1、2级公路破坏严重，大部分已无法通过。大兵团机动有困难，炮兵支援也受到了极大的制约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参考抗战时期的战术，打好迂回穿插呀。但是粮食、蔬菜、马料供给不足啊，无法就地解决，将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。是啊，
朝鲜北部地区冬季最低气温可达零下30摄氏度，积雪厚达50多公分，部队必须要做好御寒的准备啊！同志们，从今天开始啊，我们都是志愿军了。说实话呀，我彭德怀呀，没有多大的本事，确实是呢，廖化当先锋。但是呢，这个笨人呢，他是有笨法子的。打仗啊，第一条看的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你敢不敢打。哼哼，所以呀，我们大家呀，只要拧成一股绳，不怕强敌，敢打敢拼，那就没有什么好怕的。